纳粹德国海军元帅，他研究的狼群战术让英美等国头疼不已。他是希特勒唯一指定接班人，他是纳粹德国二战时期最后死去的元帅，他就是被盟军称为海底恶魔的卡尔·邓尼兹。1910年，18岁的邓尼兹在高中毕业后加入德国海军。4月1日，邓尼兹作为见习水手加入赫尔塔号巡洋舰进行服役。1912年秋天，邓尼兹被提拔为海军候补军官，到布雷斯劳号巡洋舰服役。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邓尼兹随布雷斯劳号参加了一些规模不等的海战。邓尼兹也在海战中展现出了他不凡的军事能力。但有次，布雷斯劳号和另一艘德国战舰格本号在地中海被英国海军舰队包围。虽然他们用巧妙的战术逃出了包围，跑到了君士坦丁堡，但英国舰船也快追上了。为了不让军舰落入英国之手，德国就对外公布这2艘军舰卖给了土耳其。邓尼兹也随布雷斯劳号为土耳其服务了2年，到1916年返回德国后，邓尼兹被调入了德国潜艇部队。1916年10月，邓尼兹晋升为少尉，到 U-39 潜艇上进行服役。1918年2月，邓尼兹被调往 U-68 号潜艇为艇长。当时白天行动的德国潜艇被采取护航措施保护的商船的英国克得死死的。为了找出新的潜艇战术，邓尼兹与另一艘潜艇的艇长斯坦鲍尔约定，在夜间穿过敌方的驱逐舰，再对敌方商船进行攻击。1918年10月3日夜晚，斯坦鲍尔的潜艇因为维修推迟了起航时间，未能在约定时间抵达约定地点，使得只有邓尼兹一艘潜艇行动。虽然在护航舰队的保护下击沉了一艘商船，但这次的行动邓尼兹还是失败了。在潜艇上浮水面时，正好被商船和护航的军舰包围，邓尼兹只能下令投降。而后邓尼兹被关进了战俘营。在战俘营的邓尼兹也没有灰心丧气，并且继续研究潜艇战术。此时的邓尼兹心里已经有了想法，在夜间进攻有护航舰队的商船是有机会成功的，但一艘潜艇不行，要多个潜艇合作，这就是后来的狼群战术的基础。1919年7月，邓尼兹的战俘生活结束，再次来到德国海军服役。但由于凡尔赛条约的规定，德国是不能有潜艇部队的，邓尼兹就在鱼雷艇上服役了几年。后来因为邓尼兹工作认真负责，受到了上级的赏识，就被调到了海军机关当参谋。1934年9月，邓尼兹被调离海军机关，调到了艾姆登号巡洋舰担任舰长。此时的德国，希特勒已经上海，邓尼兹也已经成了希特勒的忠实信徒。1935年7月，邓尼兹率领艾姆登号从海外归来，海军总司令雷德尔来到他的舰上，向他宣布命令，让他重建德国潜艇部队。邓尼兹并未对此事感到高兴，但他还是接受了命令，并思考如何将这件事做好。邓尼兹认为，在今后的战争中，潜艇的作用远超其他舰艇，而德国的敌人英国是一个岛国，各种工业和战争资源都要通过大西洋航道才能进入国内。一旦切断海上航道，英国将会失去继续战争的能力，而德国的潜艇出海一定要经过日德兰群岛和挪威之间的海道，英国又正好是这条海道的出口。德国水面舰艇驶向大西洋一定会被英国发现，所以完成这项任务最好的选择就是潜艇。1936年，邓尼兹在考察德国的各种潜艇后，决定在 V2 型潜艇上进行改良。而后邓尼兹多次向上级建议加紧赶工制造潜艇，但希特勒也是坚船巨炮的忠实拥护者，他并未采用邓尼兹的建议。后来的1939年9月3日，英法两国对德宣战。此时的德国海军如一个残破不全的躯体，完全不是英法两国的对手。德国水面舰船惨败，但潜艇部队利用自身优势和狼群战术对英国海军进行了打击。得益于潜艇部队的出色发挥，邓尼兹获得了少将军衔。于是德国海军高层下令停止大型军舰的建造，开始按照邓尼兹的要求加速建造潜艇。1940年6月，法国沦陷，法国西海岸的港口落入纳粹之手。邓尼兹立刻把布勒斯特、洛里昂、圣纳泽尔、拉帕斯利港改造成潜艇基地，加上新夺取的挪威沿岸海港，邓尼兹再也不用从那个狭窄的海口进出，他的狼群攻势也是愈发猛烈，这让英国人头疼不已。狼群不光在欧洲战场狩猎，还去了美国的东岸狩猎美国的商船。在这段时间，狼群疯狂的狩猎对盟国造成了极大的损失。那么狼群战术是什么呢？其实就是通过多艘潜艇协作攻击，当有一艘潜艇发现目标时，便会利用无线电将周围距离近的潜艇喊过来，利用护航舰船的缝隙中穿插过去，白天隐蔽在水下占领最佳攻击点，
夜间突然浮出水面，对目标进行打击，攻击得手后再四散而逃，不让敌军逮到。与古德里安的闪电战并称为德国纳粹军队的海陆两大法宝。我们再来说回邓尼兹。在1936年，邓尼兹当上海军潜艇司令后，他有机会接触纳粹德国的首脑。随着他的地位和名声的日益显著，他开始改善和上层首脑人物的关系，以取得更大的权力。1943年1月，海军元帅雷德尔因为反对希特勒将未完成任务的舰船退役的命令，向希特勒提出辞职，并向希特勒建议从邓尼兹和卡尔斯两人之间选择一位继任。希特勒最后选择了邓尼兹，不光是因为邓尼兹与希特勒与大型舰船的想法一致，还因为邓尼兹是众所周知的顽固纳粹分子。邓尼兹多年的努力有了收获，让他越过了许多比他资历深的将军，登上了海军总司令的宝座。但在他登上海军总司令宝座的几个月后，他的狼群因为不能再以小的损失获得大的战果，大西洋的狼群就不得不收起獠牙，邓尼兹也不得已将狼群解散，转为单狼游猎的方式。但这并没有改变什么。在1944年的头3个月，盟国的3360艘商船只有3艘被击沉，而纳粹德国损失了36艘潜艇。邓尼兹在这种情况下只能下令取消袭击盟国护航船队。而随着军事形势的变化，政治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和英国已经做出决定，要将德国和日本打到宣布无条件投降。这就意味着德国战败就和一战时一样，或者比一战时更严重。德军的将领们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有些将领认为，只有和盟国缔结合约，才能让战后损失减少一些。但希特勒肯定不会同意的，这让德国内部出现了一股反希特勒情绪。于是在7月20日，邓尼兹被福斯中将通知马上赶到大本营，有重要的事情商量。邓尼兹赶到后得知，原来是军官中有人要刺杀希特勒。此时的德国已经大限将至，邓尼兹绝对不允许在军队中有这种人。在7月20日当晚，邓尼兹就在海军中发表讲话，明确反对这次刺杀行动，并说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对付来犯之敌，还下令逮捕海军中的每一个重要的军人。虽然邓尼兹在这次维护军队稳定中尽了全力，但还是没能挡住盟军。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自杀。在希特勒留下的遗嘱中，任命邓尼兹为德意志帝国总统和国防军最高统帅。此时的德国军队上层中，只有邓尼兹还在坚守着希特勒的命令，而空军和党卫军的高层还秘密和盟军接触。纳粹德国已经分崩离析。1945年5月7日，德国签署无条件投降书。在纽伦堡审判中，邓尼兹被指控为战犯。在审判过程中，邓尼兹的辩护者证明他并未参与战争的发动计划，就这一条就让邓尼兹捡了一条命。但后面的侵略计划实行罪和战争罪，以及被指控发动无限制潜艇战，让邓尼兹被判处10年监禁。在1980年12月24日，邓尼兹因心脏病去世，享年89岁。这位末代元首的狼群战术，让纳粹德国在战争前期取得了极大的成果。被英国首相丘吉尔认为，邓尼兹和他的潜艇部队是英国海军最大的威胁，这也充分证明了邓尼兹的军事能力。虽然后面因为盟军反潜技术和武器的升级，狼群在后面的战争中失败了，但在现代潜艇作战的先进理论或多或少的都受到了狼群战术的影响。那么大家对邓尼兹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想了解更多记得点个关注，下期视频我们不见不散。